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，是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告诉我的，让我感触很深。这个故事关于一位富豪陆佩，也就是嫁到台湾的大陆女性，她冒险带着病重的妈妈千里来台就医的经历。说起来，我接触过不少两岸婚姻的案例，有顺利的，也有坎坷的。这位女士叫林雪，本来是浙江一家外贸公司的高管，在一次商务考察中认识了她现在的台湾老公陈志明。陈先生是台中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，家底殷实，为人也很大气。两人认识后，那叫一个一见钟情啊！从相识到结婚不过半年时间，真是羡煞旁人。林雪嫁到台湾后，生活过得有声有色，除了偶尔想家，基本上没什么不满意的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去年林雪的妈妈突然被诊断出患了严重的肝癌，在大陆的医院已经做了初步治疗，但效果不太理想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林雪整个人都崩溃了，日夜以泪洗面。妈妈一辈子操劳，好不容易盼到能享清福的时候，怎么就遇上这种事情呢？林雪每次跟我视频都会忍不住哭出来。陈志明看到妻子这样难过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他开始四处咨询，想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案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得知台湾在肝癌治疗方面有很先进的技术和经验，特别是台北的一家医院，在亚洲范围内都很有名气。要不我们把妈接过来台湾治疗吧？陈志明提议道。这个提议让林雪既惊喜又犹豫。惊喜的是有了新的希望，犹豫的是妈妈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长途跋涉会不会有风险？而且她对台湾的医疗系统也不是很了解，担心到了那边会遇到各种问题，万一花了大价钱，效果还不如在大陆治疗怎么办？林雪心里还有这样的顾虑。说实话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的刻板印象中，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医疗条件可能不如大陆的一线城市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啊。陈志明耐心地向林雪解释了台湾医疗系统的优势。首先，台湾全民健保制度非常完善，虽然林雪妈妈作为大陆居民不能直接享受健保，但整体医疗费用比起大陆的特效药和特需病房其实并不算太高。其次，台湾医生的服务态度和医患关系普遍比较和谐，病人能够得到更人性化的关怀。最重要的是，台湾在某些癌症治疗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，特别是精准医疗和微创手术方面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林雪决定试一试。她和丈夫开始着手准备各种手续，包括办理台湾的医疗签证、联系医院、安排住宿等等，真的是操碎了心啊。林雪告诉我，虽然我老公很有钱，但办这些手续一点都不简单，特别是现在两岸关系时紧时松，我们担心妈妈的签证会被卡住。好在，由于是人道主义医疗需求，再加上陈志明在台湾有一定的人脉，他们最终顺利获得了所有必要的文件。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安全地把林雪妈妈接到台湾。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状况，他们决定包机，全程有医护人员陪同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啊。据林雪透露，光是这一趟接送的费用就超过了20万人民币。钱不是问题，只要妈妈能好起来，花多少都值得。陈志明这样说道。听到这里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女婿真的很孝顺啊？不是亲生的，却比亲生的还要上心，这样的好男人上哪找去啊？我作为红娘，见过不少女婿，能做到这种程度的，真是凤毛麟角啊。终于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林雪妈妈乘坐专机抵达了台湾桃园机场。机场方面得知是重症病人，特意安排了绿色通道，让她顺利通关。一下飞机，我就感觉不一样了。林雪妈妈后来告诉女儿，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很客气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生怕吓到我这个老太太。从机场到医院，他们坐的是预先安排好的医疗专车。一路上，林雪妈妈不停地打量着窗外的景色，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。我以前还以为台湾比较落后呢，没想到街道这么干净，绿化这么好。林雪妈妈由衷地感叹道。到了医院，更是让林雪一家人大开眼界。他们预约的是台北市一家知名的医学中心，医院外表并不特别豪华，但内部设施却非常先进，
不需要人挤人排队，也不用担心加号的问题。林雪告诉我，我们提前在网上预约好了，到了医院直接刷健保卡就可以了。虽然妈妈没有健保卡，但院方为我们提供了临时的就诊卡，流程一样顺畅。林雪妈妈被安排住进了一间单人病房，虽然不是特别豪华，但设施齐全，有独立卫浴，甚至还有小冰箱和电视。最让林雪感动的是，护士们会定时进来查房，询问老人家的感受，耐心解答各种问题。护士们的态度真的很好，不管问什么问题都会耐心解答，还会关心病人的心理状态。林雪说，在大陆，很多医院的护士都很忙，有时候一个护士要照顾很多病人，哪有时间跟你聊家常啊？第二天，主治医生亲自来到病房，为林雪妈妈做了全面检查。这位医生不仅医术精湛，而且态度温和，讲解病情时非常详细，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让病人和家属都能明白。医生，您老实告诉我，我妈妈这病还有得治吗？林雪忍不住问道。医生并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认真查看了从大陆带来的所有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，然后说，林太太，您母亲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，但并非没有希望。我们台湾在肝癌治疗方面有一些新的疗法，可能对您母亲的情况有帮助。医生建议先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包括基因测序，以便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这让林雪眼前一亮，因为在大陆医院，医生们往往按照标准流程治疗，很少有时间为每个病人量身定制方案。我听说你们这边的医疗费用很高，检查费大概需要多少钱？林雪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医生微笑着解释，检查费用大约在3万新台币左右，也就是7000多人民币。后续治疗费用会根据具体方案而定，但我们医院有专门针对大陆来台就医病人的优惠政策，而且会提前告知您所有可能的费用，绝不会有隐藏收费。林雪听了很吃惊，这个价格比她想象中便宜多了。在大陆的3甲医院，全面的癌症检查加上基因测序，费用通常要2-3万人民币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雪妈妈接受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。检查过程中，医护人员的耐心和细心让林雪一家人深受感动。阿姨，我们现在要做核磁共振，您别紧张，躺在这个机器里会有点吵，但完全不痛，您只要保持不动就好。一位年轻的技师这样安抚林雪妈妈。检查时，医护人员会用温暖的毛毯盖在老人身上，防止她感冒。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，护士还会时不时过来询问老人需不需要喝水或上厕所。这些细节让林雪和妈妈都倍感温暖。1周后，检查结果全部出来了。主治医生邀请林雪一家人到会诊室，详细解释了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。根据基因测序和影像学检查，我们发现林太太母亲的肝癌属于一种特殊类型，传统化疗效果有限。医生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彩色图像说，但好消息是，她的癌细胞表面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标记。我们医院刚引进的免疫靶向治疗对这种类型的肿瘤有很好的效果。医生还进一步解释说，这种治疗方法在台湾已经有了几年的临床应用经验，效果不错，而且副作用比传统化疗小得多。在大陆，这种疗法刚刚开始临床试验，还没有大规模应用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您母亲来台湾治疗的原因。陈志明补充道，有些治疗方法，台湾比大陆要早几年应用。林雪听了，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，她激动地握着医生的手说，谢谢您，谢谢您给了我们希望。医生微笑着说，别急着谢我，治疗路还很长，我们会尽全力，但也需要病人和家属的配合。接下来，林雪妈妈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治疗。治疗过程中，林雪发现台湾医院与大陆医院的差异远不止医疗技术这么简单。首先是就医环境，医院里到处都是绿植和温馨的装饰，走廊宽敞明亮，没有人满为患的拥挤感。候诊区有舒适的沙发，甚至还有志愿者弹钢琴或演奏其他乐器，为病人和家属缓解紧张情绪。感觉不像是在医院，更像是在一个高级的疗养院。林雪这样形容道。其次是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，从医生到护士再到清洁工，每个人都面带微笑，态度亲切。
他们不仅关心病人的身体状况，还会询问心理感受，甚至会记住病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喜好。妈妈喜欢喝温水，护士知道后，每次送水都是温的。妈妈怕冷，病房的空调温度就特意调高了1度。林雪告诉我，这些小细节真的让人感动。第3是医患沟通，医生会花大量时间向病人和家属解释病情和治疗计划，回答各种问题，哪怕是一些看似很基础的问题，他们从不摆架子，也不会因为你是大陆人而有任何歧视。在大陆，有些专家号很难挂，好不容易挂上了，医生可能只花几分钟就把你打发了。林雪说，但在这里，每次门诊，医生至少会花半小时详细了解情况，解答疑问。最让林雪惊讶的是医疗费用的透明度，每一项检查，每一种药物的费用都会提前告知，账单清晰明了，没有任何隐形收费。虽然作为非台湾居民不能享受健保，但总体费用比他预想的要低得多。我们做好了花几百万人民币的准备，但实际上3个月的治疗加上住院费用，总共才花了60多万人民币。林雪说，在北京或上海的顶级医院，这个价格可能要翻1倍。随着治疗的进行，林雪妈妈的状况逐渐好转，肿瘤开始缩小，肝功能指标也有所改善，这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。然而，治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大约在第2个月时，林雪妈妈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，全身起红疹，呼吸困难，这是对某种药物的不良反应。当时正值深夜，林雪按下了床头的呼叫铃，不到1分钟，2名护士就赶到了病房，迅速评估情况后，立即通知了值班医生。妈妈当时情况真的很危险，我都吓懵了。林雪回忆道，但医护人员特别冷静，动作又快，一边安抚我们，一边紧急处理。值班医生很快赶到，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过敏反应。他们给老人注射了抗过敏药物，同时监测各项生命体征，不到半小时，危险就解除了。让林雪感动的是，主治医生虽然当时不在医院，但得知情况后，立即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救治决策，并在第2天一大早就赶到医院，调整了治疗方案。医生，昨晚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如果不是你们反应这么快，我妈妈可能就林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别担心，我们已经查明了过敏原因，调整了用药，不会再有类似情况发生。医生安慰道。林雪深受感动，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医者仁心。在她看来，台湾医生不仅是技术人员，更是真正关心病人的健康守护者。随着治疗的继续，林雪妈妈的身体状况逐渐稳定，肿瘤明显缩小，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。她开始能够下床走动，胃口也好了起来。妈，想吃什么？我去买，林雪问道。我看隔壁床的阿姨在吃卤肉饭，看起来很香，我也想尝尝。林雪妈妈笑着说。林雪赶紧去医院附近的小吃店买了一份卤肉饭，妈妈吃得津津有味，这是她来台湾后第一次有这么好的胃口。台湾的医院饮食也很人性化。林雪告诉我，虽然有统一的营养餐，但如果病人有特殊喜好，只要不违反医嘱，医院一般都会尽量满足。有时候护士甚至会推荐一些适合病人的当地美食。在治疗的第3个月，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，林雪妈妈的肿瘤已经明显缩小，各项指标趋于稳定，可以考虑出院了。真的吗？医生，您不是在安慰我们吧？林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医生微笑着将最新的检查报告放在桌上，指着彩色的影像图说，你看，这是刚开始治疗时的肿瘤大小，这是现在的，缩小了将近70%，而且没有新的病灶出现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康复，还需要长期随访和维持治疗，但目前的效果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林雪一家人喜极而泣。3个月前，他们带着忐忑和一丝希望来到台湾，如今却收获了意外的惊喜。医生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林雪激动地说，不用谢我，这是团队的功劳，也是林太太自己意志坚强的结果。医生谦虚地说，接下来我们会为您准备详细的出院指导和后续治疗计划。虽然可以回大陆了，但还需要定期复查，必要时再来台湾进行评估和调整治疗方案。出院前1天，医院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，主治医生、
护士长以及曾经照顾过林雪妈妈的护士们都来了，他们送上了一张亲手制作的贺卡，上面写满了祝福的话语。阿姨，祝您早日康复。林奶奶，记得按时吃药哦。期待您下次来台湾是为了旅游，而不是看病。看着这些真挚的祝福，林雪妈妈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她紧紧握住护士长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照顾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受过这么好的待遇。”一位年轻的护士还特意为林雪妈妈准备了一份台湾特色小吃地图，上面标注了各种美食的位置和特点。阿姨，您下次来台湾一定要好好品尝这些美食。她笑着说。出院那天，林雪一家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医院。陈志明开玩笑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舍不得离开医院的。林雪妈妈笑着说，我还从来没有在医院住得这么舒心过，要不是为了治病，我还真想多住几天呢。返回大陆前，一家人在台北游玩了几天。林雪妈妈虽然还需要注意休息，但已经能够短时间外出走动了。他们去了故宫博物院、阳明山和几个著名的夜市。台湾真的很美，人也很热情。林雪妈妈感叹道，我以前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老旧画面，以为这里落后又贫穷，没想到台北的繁华程度一点不比上海差，而且街道更整洁，空气更清新。陈志明笑着说，妈，这就是两岸需要多交流的原因，很多时候隔阂和误解都是因为不了解。回到大陆后，林雪妈妈的病情继续保持稳定，她开始在社区做康复锻炼，饮食作息也更加规律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的心态变得更加积极乐观。医生说了，心情好对康复有帮助。我现在每天都告诉自己，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林雪妈妈经常这样对女儿说。后来，林雪在朋友圈分享了她妈妈在台湾就医的经历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。有人惊讶于台湾医疗水平的先进，有人羡慕台湾医患关系的和谐，也有人感叹两岸交流的重要性。台湾医疗体系确实有值得我们大陆学习的地方。一位医生朋友在评论中写道，特别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。这次台湾就医的经历，不仅让林雪妈妈的身体得到了治疗，也让林雪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以前我总觉得台湾比大陆落后，毕竟台湾那么小，经济总量肯定比不上大陆。林雪告诉我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发展不仅仅是看高楼大厦和 GDP 数字，还要看人文关怀和社会细节。在这些方面，台湾确实走在前面。林雪还特别提到了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。虽然她妈妈作为大陆居民不能享受健保，但她通过观察和了解，对台湾的全民健保印象深刻。台湾居民每个月只需要缴纳几百元新台币的健保费，就能享受相当全面的医疗保障。生病了不用担心看不起病，重病住院也不会因为医疗费用而倾家荡产。林雪感慨道，这样的制度真的很人性化。现在林雪妈妈已经回大陆近半年了，病情继续保持稳定。她定期在当地医院复查，同时远程向台湾的主治医生咨询。台湾的医生真是太负责任了。林雪妈妈常常这样赞叹，隔着海峡还记得关心我的病情，真是难得。有一次，台湾医生看了林雪妈妈在大陆的最新检查结果后，建议调整用药剂量。当地医院的医生一开始有些犹豫，但在了解了台湾医生的治疗理念后，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。结果证明，这个调整确实更适合林雪妈妈的情况。这就是医学无国界的体现吧。林雪感慨道，疾病面前，政治分歧都应该放在一边。林雪还告诉我，她现在成了社区里的台湾通，经常给左邻右舍介绍台湾的人文风情和医疗水平。他还鼓励有条件的人尝试去台湾旅游或就医，亲身感受两岸的异同。我最大的感悟就是，不要轻信片面的宣传，也不要固执己见。林雪说，两岸同胞血脉相连，理应加强交流，互相学习。这个故事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？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不少两岸婚姻的酸甜苦辣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台湾先生陈志明的包容和担当，为这段跨海峡的婚姻加分不少。
他不仅疼爱妻子，还尊重和关心岳母的健康，展现了真正的男子汉气概。而林雪作为一名大陆媳妇，也用自己的开放心态和适应能力，很好地融入了台湾的生活。她不带偏见，客观评价两岸差异，这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。两岸关系时有波澜，但民间交流从未中断。无论是通过婚姻、就学还是就医，这些实实在在的人际往来，都在悄悄地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。希望未来两岸交流更加顺畅，让更多像林雪一家这样的故事发生。也希望大陆的医疗服务能够借鉴台湾的经验，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患者体验，让每一位病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